分别模仿一下肖战和王一博的口头禅。王一博啊，王一博应该是那个，肖老师皮肤很好，吹弹可破。然后肖老师说又开始了吗？又开始了是吗？现在开始了是吧？开始了。你在现场的时候最想用姐姐或者师姐的身份管教谁？管教谁？管教望线嘛。他们两个在现场老是会小学生打闹。没有原因，就是两个那种男孩子嘛之间，感觉对方很好玩，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表现出那种正经八百的友善，所以他们就弄你一下，然后拽你一下，这样。这也太难，我觉得望线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个魏无羡像小兔子呀，像兔子一样，黑兔子。蓝忘机像什么啊？哪有这么高冷的动物啊？我觉得没有这么高冷。白鹤亮翅。作为《陈情令》戏里戏外第一吃瓜群众，小天使还自曝偶尔会因为吃瓜太入迷而 NG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因为演长篇大论的戏的时候，就他们两个人在说的时候，其实当中可能会突然间轮到我，但有的时候看他们演的时候会真的会忘了自己是不是该到自己了，真的会懵。你们知道蓝湛和魏无羡，就蓝忘机跟魏无羡，他们在剧组里面就很喜欢打闹嘛。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他们为什么，就感觉有什么好打的呢？然后我不是很了解啊，就他们两个只要一在现场，他们一对戏，他们两个就会就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开始打。我记得有一场戏，因为我本人不是那种特别爱开玩笑，然后我又很认真，然后。怎么说呢？可能自己不是很聪明吧，就大家就喜欢开我玩笑，他们喜欢看我开完我玩笑的反应嘛。你知道有一场戏是那个我见到魏无羡，就是魏无羡走，我和那个蓝忘机去找他嘛。后来我见到他之后，不是拥抱他那一场戏吗？是这样，因为那天我们三个人在排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戳到他们什么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俩就一开始排，他们俩就不停的笑。好像是因为我卡词儿了，然后他们就因为被 get 到那个点之后，就不停的笑，就拍一下就这样笑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那天其实我那天压力还挺大的，就是我就怕，因为我老怕自己就是诠释的不够好嘛，然后他们俩就老笑，然后后来我那天拍完之后我就有点难过，然后我就坐在一边，我就不说话，我就觉得，自己是不是演的不太好啊？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？是不是没有达到大家的要求？然后后来魏无羡他们就来看我，就说：“哎，江澄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话呀？是不是觉得挺像的？江澄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话呀？怎么了？”然后我当时就没事，我就没事，我就这样。然后他就说，然后他好像就感觉到他可能以为我是因为他们俩老笑，然后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最后那天收工回去，我就打开手机，突然发现有一个群，你知道那个群叫什么吗？哥哥爱你群。然后后来他们说有什么江澄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是有意的，我们错了好不好？原谅我们好不好？然后我说我没有生气。他们两个在轮流道歉。他们俩开了一个群，把我那群叫哥哥爱你群。我说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不开心，你们不要多想。然后我觉得很奇怪。然后后来我记得第二天我在化妆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这样，他们就到化妆间，然后一人买了一个星巴克，我在那化妆，我就在看镜，突然有个人在后面，就蓝忘机他这样拿了一个那个咖啡这样过来，老陈，然后我现在也是，后来到现场他还给了江澄别生气了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三明治啊。带青光眼啊，不是带个东西是吗？不是我一开始想的带忘机，但忘机我一定带不走，因为忘机肯定就被那个小魏公子给带走了，魏无羡呢？甜美的呢？蓝忘机。蓝忘机是性感担当。为什么是性感担当？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性感叫禁欲嘛，对吧？他的那张小脸。就是整体来说，让大家就是都还感觉还不错。对，一个已经比一博大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演他的小辈？战哥就老拿这个东西来说他，对，调侃他吧，对，就逗他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打啊。
基本上只要我看到的话，基本上都有打的部分。有时候两位小哥哥打到兴起时，甚至还会殃及池鱼。比如可怜的精灵宝宝，虽然在戏里有钱任性、飞扬蛮横，但到了戏外，他连戏服还没来得及脱，就被肖战和王一博两面夹击，吓得只能抱头求饶，实在是好惨一男的。他们打的时候，就是我其实也算一个受害者，因为就是我们有一场戏，就是他们把我救出来，两个人都要搀扶着我，然后我们拍完之后，然后我还在战哥的怀里。他们两个就开始打，我就别打，别打。